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咱们先把日子倒回去6年。2020年6月9号，宁夏银川西夏区贺兰山脚下，那天太阳毒得很，地上的碎石子儿被晒得白晃晃的。一行人踩着沙石走进一片绿油油的葡萄园，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正是定于一尊的那位。他停下脚步，往贺兰山远处望了望，听完身边官员关于生态修复的热切汇报，随口留下了2句：假以时日，当今世界书。这几个字一出口，立马被宁夏官场当成了圣旨，裱起来高高供在墙上，成了整个宁夏葡萄酒产业的预批。可谁能想到，日历翻到今年7月27号，新华社发了一条几十个字的简短通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接着7月30号政治局开会，拍板定在10月开5中全会。8月3号蔡奇低调现身北戴河，这海边的窗帘算是正式拉开了。讲到这儿，有人可能觉得，一个小小的自治区听官落马，搁在平时连热搜的边都沾不上，值得咱们拿出来大书特书吗？这您就有所不知了。读这条通报得把3张纸放在一块儿对着看。第一张是2024年10月份爆出的正部级老虎宁夏政协原主席齐同生的落马通报。第二张是写着采矿权证和长期搞迷信活动的双开处分书。而第3张纸压在档案柜最深处，落款年份是1997年。那一年，福建省委一位副书记亲手签发了一份对口帮扶宁夏的方案。把这3张纸叠在一起，您就会发现7月27号动的哪里是个普通贪官，动的是包子在贺兰山下埋了整整29年的一笔私房账。他的政绩，他的亲信班底，他的权钱后勤线全埋在贺兰山这片葡萄藤底下。今天咱们就带上铲子，一敲一敲把它给揪出来。咱们先来会会这个刚被带走的黄思明。说实话，这名字大伙儿可能没听过，但他手里攥着的权力说出来包管让您品出味儿来。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听上去像个搞品酒交流招待外宾的清水衙门，对吧？早在2021年，宁夏编委就发过白纸黑字的文件。这个园区管委会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直属派出机构，合署办公是不折不扣的正厅级，而且自治区还把地级市的部分经济管理大权毫无保留地塞给了他。说的直白一点，哪块戈壁滩能划出来种葡萄，哪家老板能盖顶级酒庄，哪个上亿的项目能批准立项，中央和自治区的几十亿产业基金给谁发，甚至连水泥路、水电管网铺到哪家酒庄的大门口，全凭这个衙门的一支笔一枚章。黄思明坐在这个位置上，哪里是什么品酒师，他分明就是一道卡在咽喉上的闸门。闸门这头是国家土地、财政预算和政府信用，闸门那头是私人酒庄、闽浙资本、高档消费和当今那位亲自站台的政治招牌。这就是中共体制内最肥的流油的钱权交汇口。这个黄思明跟包子当年留下的预批绑得有多深？2022年人民网专门给他做过大篇幅专访，标题起得威风凛凛：黄思明让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看明白了吧？他就是替塔尖上那位在西北守着紫金招牌的大掌柜。2024年3月，自治区组织部的任前公示里，他还是你进一步使用的官场红人。结果2年零4个月过去，这个进一步直接进了纪委的留置室。组织部的红头公示和纪委的黑字通报用的是同一份人事档案，想想都有趣。再瞅瞅通报里那个细节，原党工委书记，这说明在正式宣布调查前，组织上已经提前把我腰上的钥匙给摘了，把职务给免了。这是纪委办大案的老套路，先把人挪开，切断他调动人马转移材料的手脚，然后办案人员再进场收拾他。对付一个手握土地、项目与几十亿资金大权的一把手，先挪位后拿人，说明来者不善，就是冲着他背后那本隐秘的账本来的。
这道闸门流量到底有多大？咱们看看管委会自己吹出来的数据。2025年，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卖掉4200万瓶葡萄酒，销售额直奔23亿元，还要借着中国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东风，大搞什么国家综合试验区，口号喊得响亮，句句不离皇上的御批。一个正厅级衙门，管着几百家酒庄，几十万亩地，几十亿资金，这才是黄思明屁股底下那把椅子的含金量。那么这本账到底往哪儿查？其实路数早已摆在明处了。2024年10月8号，宁夏政协原主席祁同生落马，那是那年被摘掉顶戴花翎的第8个正部级老虎。到了2025年12月16号，南京中院一审宣判，异地审判受贿1.11亿元，判了死缓。判决书认定的罪名路径非常清晰，就3条：采矿许可证办理，项目备案核准，工程承揽。采矿许可证这5个字像一把冷冰冰的刀，直指贺兰山脚下那片翻滚着黑金的采矿区。看到这儿，大家肯定好奇了，贺兰山下的矿坑和高大上的葡萄酒庄到底是如何扯上一条利益链的？这扣子咱们先记着，咱们得先倒回去看看源头。这个园区凭什么能拿到正厅级的架构？中央宣传机器又凭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给他抬轿子？1997年4月，宁夏西海固，沟壑纵横，黄土飞扬，当地的老百姓锅里缺粮，缸里缺水，身上缺钱。一辆中巴车摇摇晃晃开进山沟沟，车门打开，下来一位44岁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也就是后来坐上中南海宝座的那位。官方后来的宣传纪录片里总是深情款款地描述，说他如何被当地的极端贫困深深震撼，当场决定搞吊庄移民，把生活在绝境里的百姓整体搬迁到贺兰山东路，还亲自给这个新村起了一个名字闽宁村。震撼这2个字不过是官媒后来给他脸上涂的胭脂。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1997年他在福建官场的真实处境，就能看懂这背后精明的人事算计。那时候他44岁，在福建熬到了副书记，可头顶上压着省委书记、省长，还有一整排资历深厚的民省老官僚。在地方官场，论能力他算不上拔尖，论政绩也拿不出像样的硬杠杠，上升通道一眼望不到头。一个朝中有人但身在地方的红二代，拿什么让北京高层注意到自己？答案就是拿一块独家挂着自己大名的政治试验田。西海固的极度贫困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苦难，但在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包子眼里，那简直是天赐的政治舞台。在全国最穷的地方弄出点动静，分量就是全国级的，而且根本不用担心有人来抢功。您仔细嚼嚼这个村名，闽宁村，闽字当头，福建出钱，福建出干部，福建引资金，而挂帅签字的大领导姓习，村子连奠基石都还没铺上，他的个人政治签名就已经深深刻进这片土地的地名里了。但咱们得往更深处剖一层。1996年，中央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当时全国结成了好几对，北京对口帮内蒙，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凭什么全中国那么多帮扶项目，偏偏福建帮宁夏这一单最后演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创世神话？中央印发的文件充其量只是一张进场的通行证，牌照发下来了，谁能拿着它调动全国资源？谁又能把地方上的小动作直接传进中南海的耳朵里？这靠的可不是扶贫方案本身，而是背后那条极其隐秘的高层通道。这条通道在公开资料里其实隐约露出了冰山一角。当年江泽民曾2次专程飞到深圳看望病中的习仲勋，当面大赞他培养了好儿女。而在海外政治研究的记载里，还有更早的一笔。80年代他在厦门工作时，曾极有眼色地替当时被挡在邓小平家族门外的江泽民跑前跑后，多方周旋。海外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圈子里有个高度共识，当年如果没有江泽民、曾庆红体系把他塞进接班人的培养轨道，
论人缘、论能力、论基层声望，他根本打不败当年那些呼声极高的竞争对手。所以1997年踩着西海固黄土下来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省委副书记，而是一颗已经被京城大佬放入高层梯队，背后直通江曾通道的政治新星。组织交给他的是一道普通扶贫题，但在他眼里，这却是一张可以持续兑现30年红利的个人政治期权。您看看他这30年是怎么用这张期权的。1997年，他以福建省委副书记身份来奠基。2008年，他升任国家副主席，专程跑来视察。到了登基之后，他更是一趟又一趟的往宁夏跑，官方通稿自己都数着。2024年那次视察是他18大以来的第3次。全中国帮扶贫困地区的地方干部成千上万，可唯独他的扶贫被拔高成了全党必须顶礼膜拜的朝圣路线，甚至由国家出资拍成了电视剧。再记一个耐人寻味的地理细节：1997年7月15号，闽宁村奠基的地方离玉泉营农场极近，而玉泉营正是80年代宁夏最早试种酿酒葡萄的地方。移民村和葡萄园从第一天起就是肩并肩的邻居，这颗伏笔20年后成了巨大的政治资产。这笔政治买卖精妙就精妙在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张能够无限续期的提款机。1997年播种，2016年7月19号，他以至尊之资重返闽宁镇，金口一开，宣称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要把这个经验向全国推广。地方项目瞬间被吹成了国策模板。到了2021年，热播剧《山海情》横空出世，国家掏出真金白银替他个人树碑立传。到了2025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的直播镜头里，代表们端出来宣扬的依然是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故事。2022年宁夏党代会更是把葡萄酒列为6特产业之首。2024年连自然资源部都站出来，把贺兰山的生态修复经验向全国强行推广。这近30年里，福建换了多少任省委书记，宁夏换了多少任自治区主席，原宁干部走了一批又一批，但在宣传机器的叙事里，这片土地唯一的救世主和缔造者始终只有包子一个人。这就是中共高层最顶级的政治算计：地方出土地，财政出真金白银，基层干部流血流汗，民间商人扛风险，老百姓贡献感人故事。最后，所有的政治红利与光环全数归于领袖一人，变成他英明决策和爱民如子的私产。对了，还有个绝妙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提。包子主政福建的那几年，正是轰动全国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爆发的时候。当时福建官场几乎被中央专案组连根拔起，几十名省部级、厅局级大员纷纷落马获刑。可奇怪的是，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他硬是毫发无伤，全身而退，随后一路扶摇直上。搞懂了他当年是如何借着江曾通道起步，如何拿闽宁村和葡萄酒给自己打造个人神话，咱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后来那些怀揣着发财梦的福建商人会成群结队地跟着圣旨涌进贺兰山下的荒漠里了。2007年的一天，太阳直愣愣地照在贺兰山东路，一辆越野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晃晃悠悠地开着，车里坐着一位闽南口音的老板，福建晋江商人陈德启。车子开到半路，他突然喊了一声停车，车还没停稳，他门一摔就冲了下去，蹲在地上一把抓起黄土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这画面可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这是新华社当年发的宣传稿里白纸黑字写的。央视焦点访谈后来还专门补了个细节，陈老板从下车抓土到拍板下注前后只用了整整15分钟。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后公布了这个神话的价码，整整2个亿，一口气吞下10万亩荒凉的戈壁滩。咱们当场拉个计算器算算这笔账，2亿除以10万亩，1亩地算下来才2000块钱，比银川市区1平米的房子还便宜。10几年后，这片荒地摇身一变成了皇上亲自站台的黄金地带，政府帮他通了公路，架了高压电，引来了黄河水，
修起了10万亩有机葡萄园和名震一时的贺兰神酒庄。《山海情》里那个带头让戈壁生金的闽商，原型就有他陈德起。如今这片地身价翻了多少倍，大家自己算算，那都是天文数字。可话又说回来，陈老板当年那一抓一闻，真能从土里闻出金子来吗？别逗了，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戈壁滩上的黄土，而是跟着这把土一起打包送过来的大礼包。超低价的土地，政府自筹真金白银搞的配套基建，专项扶贫与产业资金，银行无条件协调的融资，还有央视和官媒铺天盖地的免费宣传。最珍贵也是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硬通货，只有4个字：政治预期。商人是来搞慈善扶贫的吗？陈德起自己说的干脆利落，他对记者说过一句原话：总书记要我们先富帮后富。这话翻译成官场大白话就是我是手捧圣旨进场的。一项地方工程一旦被最高领导人亲自挂上了自己的大名，就等于在政策和资金库里砸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洼地，钱、地、政策、资源全都会不计成本地往里灌。商人为什么敢把几亿现金扔进荒无人烟的沙石滩？因为他买的根本不是当时那几块破石头，他买的是未来的圣旨。他赌的就是只要这项工程还顶着皇上的招牌，地方政府拼了老命也绝不敢让他砸锅。这就扯出了中共政治生态里一个极其关键但也极隐秘的现象：定于一尊的那位，他的政治班底可不一定都穿着官服坐在办公室里。中共的班底其实分2种，一种印在组织部的干部名册里，另一种藏在工商局的公司档案里。这些商人未必天天能进中南海向皇上汇报，但只要他们的发家致富、融资渠道、企业品牌和政治安全感全都死死绑在某项顶层政治工程上，他们就会天然地成为这项工程的死忠维护者，也会倾尽全力去维护工程背后的那个人。这支跟着闽宁帮扶框架切进西北，靠着扶贫和生态2块大牌坊长大的闽浙商队，平时替塔尖上那位生产政绩、解决就业、宣传感人故事，到了高层权力搏杀的关键时刻，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暗流资金与后勤支撑，大伙儿心照不宣。所以要打掉这张网络，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证明每个老板都是亲信的白手套，只需要做一件事，把他们头顶上悬着的那块政治招牌给砸了。只要招牌一停，项目立马冻结，审计纪委随之进场，商人自己的求生本能就会促使他们迅速切割。以前老板们端着高档红酒杯往北京方向敬酒，满嘴都是感恩。现在呢，酒杯还没放下，有些原本熟络的机关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想想那个画面都有趣，有的老板连夜翻箱倒柜，找出10年前的土地合同，一页一页查漏洞。有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当年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发愣。这张照片如今到底是保命的护身符，还是催命的引信？谁心里都发毛。说到北纬38度这条纬度带种出来的好东西，咱们顺道插一句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贺兰山东路是在北纬38度的黄金带上长出了好葡萄，而同一条纬度带到了朝鲜半岛北纬36度到38度之间的锦山和江华，长出来的则是顶级的高丽参。普瑞堂的玄宝黑参遵循古法，久蒸久晒，靠着岁月和工艺慢慢养出来，特别适合补气血、抗疲劳。家里的长辈或者平时习惯熬夜的年轻人，用它调理身子最合适不过了。支持江峰，请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里的普瑞堂官网链接，下单时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一次性购买满$500，再免费送您1整根黑参，多买多送。好，咱们收拾收拾，重新回到贺兰山脚下。接下来咱们来揭开这座山底下矿坑和酒庄是怎么搅在一起的。咱们先来讲讲刚被判了死缓的正部级老虎祁同生。祁同生的官场履历长达整整40年。1994年1月，他出任宁夏河东机场建设指挥部的副指挥。
机场大基建最需要什么？需要海量的砂石土方。本地那些靠采砂挖山起家的砂石老板，就是在这时候打通了他的关节，钻进了他的朋友圈。此后他一路平步青云，从自治区纪委基建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做到发改委主任。再往后，他升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政协主席，亲手把宁夏红酒包装成了自治区的第1号名片。2023年退休，2024年10月落网。2025年底宣判的判决书里认定他受贿1.11亿元，罪名路径清清楚楚，采矿许可证办理，项目备案核准，工程承揽。而且判决书里还藏着一句极有深意的话：祁同生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积极退赃，所以给了死缓。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有些黑账纪委原本根本不知道，是他进去之后为了保命自己吐出来的。他吐出来的账本里有没有贺兰山的酒庄，有没有管委会的项目，判决书没细写，但7个月后黄思明被带走，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讲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问了，沙石滩上真能种出好葡萄吗？还真能，而且特别适合。砾石地透气排水，土壤越贫瘠，葡萄树的根扎得越深，昼夜温差大。这套风土条件跟法国波尔多的砾石区简直是一本教科书里印出来的。所以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宁夏的葡萄酒是真酒，风土也是真风土，门道根本不在葡萄藤上。那门道在哪儿？在沙漠戈壁里种葡萄。命门不是石头，而是水。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地方，每一根葡萄藤全靠黄河水续命。可引黄河水的指标从哪儿来？引水工程项目谁来批准立项？一路都得盖自治区发改委的大印。那些年发改委的大印在谁手里？就在祁同生手里。这就叫石头是老天爷给的，水是祁主任批的。老天爷不收钱，祁主任的价码写在判决书里，1.11亿。咱们再瞅瞅著名的原价，看看铲子是怎么变成酒杯的。贺兰山下大名鼎鼎的智辉原石酒庄，前身就是袁家在山脚下挖了20多年的采砂场。后来环保风暴来了，生态整治要关停采砂场，袁家怎么办？人家原地转身，直接在废弃采砂区里种树、种葡萄，盖顶级酒庄。新华社至今还在用句金句夸他们，叫挖沙的铲变成了种树的锹。这话反过来听才够味儿。当年把贺兰山挖得千疮百孔的人，一天都没离开过这块地，摇身一变反而成了生态修复的道德模范和豪门酒庄的庄主。更妙的是，包子当上皇上之后，政府开始真金白银的下场拉偏架了。2014年，银川市政府把这里列为贺兰山生态修复重点项目，直接砸了6个亿的公共财政资金，跟袁家的智辉实业共同修造休闲运动公园。6个亿啊，这可比什么含糊其辞的补贴管用多了。公园建起来之后，人民日报在2026年1月8号还发文大赞，说这块1200亩的地方办半程马拉松，2期还盖了滑雪场和攀岩馆，是变废为宝的生动实践。您看这个算盘打得有多精，公共财政出几亿修公园引流，私人酒庄在旁边卖高档红酒变现，光去年现场销售额就超过5000万元，这哪里是什么公益生态修复？这分明是一台用政治招牌、政府预算和私人生意共同发动的特权印钞机。然后就到了2020年6月9号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幕，塔尖上那位为什么要亲自去这家酒庄视察？因为这片地一次性满足了他3大政治叙事：脱贫攻坚、生态文明、产业升级。3块牌坊叠在一块地上，性价比太高了。最高领导人亲自站台，等于给矿老板昔日采矿的原罪直接颁发了一枚皇家勋章。讲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江峰，有证据证明真金白银进了包子自家口袋吗？公共流水里当然查不到直接汇款，但包子家族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吗？彭博社2012年那篇震动全球的调查报道，还有巴拿马文件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姐夫邓家贵离岸公司，白纸黑字全摆在那儿呢。
中共最高层的权钱交易从来不是把一箱箱现金塞进保险柜那么土气，定于一尊。那位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共生系统，有人经营企业，有人控建目，有人审批土地，有人管产业基金，有人替他的政治品牌维持虚假繁荣，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提供资源。皇上为这个厂子经营了快30年，亲自命名，亲自推广，亲自站台，宣传机器连轴转背书，这片庞大的政治庄园怎么可能只有政治收益而没有经济收益？各类牌照、财政拨款、金融贷款的公章，每一枚都盖在他的政治名片上。所谓皇上的钱袋子，从来不是一只皮包，而是一整片连绵不绝的贺兰山葡萄园。咱们把日历摆在桌上，一天一天对着看，里头的时间鼓点敲得有多急。7月30号，政治局宣布10月开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大家把这句话的分量掂量清楚，历届五中全会开的全是5年规划，拿从严治党当主题的五中全会。上一次得追溯到1980年文革结束后重整党风人士的17届六中全会之前，整整46年了。这个会就是要对高层人士开刀，而且鼓点越敲越密。到了8月5号，中纪委网站和求是杂志同时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挂上了头条，旁边配着另一篇重磅文章，标题叫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土壤、条件，大家品品这4个字，贴着贺兰山那片黄土读，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偏偏要砸这个酒窖？因为高层权力搏杀打到最后，打的全是粮草和后勤，地方产业、国企、金融和商人网络是权力的输血补给线。光抓几个亲信办公室主任没用，旧网络过2年又会长出来。要让一个领袖真正失血失势，得砸他的后花园，掐断他聚财、聚人、聚声望的管道。想想北戴河的夜里，海浪拍打着沙滩，海边小楼的灯光亮着，元老们把齐同生的判决书摆在桌上，再把黄思明的通报压上去，最后放上一张2020年的照片。包子站在葡萄藤前，身后是矿坑改的高档酒庄。老人们敲敲桌面，你的人我们在查，你的项目我们在审，你的商人现在人心惶惶。这招极其狠辣，要迫使皇上让步，就要让下面跟着他的人开始犯嘀咕，继续效忠到底还有没有钱拿，有没有项目做，有没有政治安全。商人不敢投钱，地方不敢审批，干部开始切割，权力就会从内部慢慢失血。还有最诛心的一层，这几年全党上下被天天逼着学习，要树立所谓正确政绩观，绝不能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谁天天站在台面上教导全党，就是包子本人。他真心相信天底下政绩观最正的就是他自己。脱贫攻坚是他的千秋丰碑，雄安新区是他的千年大计，贺兰山荒漠变绿洲是他的生态奇迹。可看看现在，雄安吹了快10年，楼盖好了人没去，贺兰山他亲口预批当经世借书的葡萄酒园区，正厅级书记直接进了刘志士。正确政绩观这5个字，如今一个字一个字重重地甩回了他自己的脸上。北戴河的小楼夜色正浓，贺兰山下的暗流还在涌动。10月的五中全会到底怎么开？咱们接着往下看。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把节目推荐给您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